这个是什么？不知道有没有认识的朋友？在四川的话叫口口脆。我记得08年我在成都上班的店里面，一份这个口口脆是15个，卖的48块钱。我这里是20个。先加盐给它软洗干净。口口脆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兔儿肚。清洗兔儿肚和清洗猪肚是一个套路，用盐反复的软，把旋旋这些全部给它软掉。软几分钟后，用清水冲洗干净，然后把水分控干，如此反复多次的软就可以了。一面软洗干净了，现在要给它翻面，把里面的这些油啊，这些全部撕掉。兔儿肚吃是好吃，就是感觉打整起来太麻烦了，每一个都要翻面。两面都打整干净后，加入高度备酒、盐，最后一次给它软洗。香料呢，我们准备的是莴笋丁，把它切成片，再改刀成长节。芹菜切成和莴笋丁长短相同的节。姜葱蒜末再来准备一点。清洗干净的兔肚儿，从中间切开一下，最好呢还是把它翻过来，这样子，这一节才是正儿八经的口口脆肚头嘛。来一点姜葱、盐、胡椒粉、高度备酒，搅拌均匀，先腌制起来。锅内来少许油，下入芹菜还有莴笋丁儿。大火快速的炒匀，毛盐，炒至断生就可以关火出锅，放入碗中打底。另起锅水开，下入兔儿肚烫一下，收紧过后用漏瓢给它漏出来，把姜葱剪来不要。另起锅来一点95号的菜籽油，下入准备好的姜葱蒜末。再来上一瓢锅四川豆瓣儿，先把香味和颜色炒出来。来上一点牛油火锅底料、干花椒、辣椒面，炒香后加入水，烧开后来上一点生抽酱油、谷氨酸钠、糖、胡椒，下入紧好的兔儿肚。下锅煮开过后，用水淀粉挂一个芡，这样子味道才能够扒得上去。兔儿肚的腥味比较重，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把它做成麻辣的。芡汁收紧后，淋上一点花椒油、香油，和转，关火出锅。舀在垫底的莴笋丁上面，撒上一点花椒面、刀口辣椒面、蒜末。葱花，淋上一点7成油温的热油，把蒜末、辣椒和花椒的香味全部呛出来。最后撒上性感的葱花点缀，再来上一点妖娆的香菜，美味继承。非常好吃的水煮口口脆就做好了，真正煮出来的兔儿肚脆爽、麻辣又鲜香，吃起来爽口过瘾，特别好吃下饭的一道菜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。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哈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。今天中午的伙食开得很匀净哈，又是口口脆，又是这个生蚝，主要是我喜欢。我是把口口脆放的。这口口脆很脆，拿个儿喝你嘛。大家看我一咬就烂了。上面菜籽呢？你要吃个吗？我要菜籽。这个是不是？嗯。上面是莴笋丁。嗯，好吃。很脆吗？你那块不一定会脆，但这种就是脆的。嗯。肚头是非常脆。还不错哦。拿高一点嘛，不要偷偷一点噻。偷偷一点就爸爸一个人看到，知道吗？好久都没吃这个水煮蟹了。嗯。
我好想吃水煮肉。这就是水煮系列。我要吃水煮肉。这个也是肉啊，这个不是肉。口口脆就是肉啊。我不吃口口脆，看，我只吃肉。这种一片一片的。好脆好脆。嗯。好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上一道经典川菜哈，准备一点半肥瘦的猪肉。我这个猪肉是在冰箱里面找的一些边果料，先切一下，再来剁碎。切一下之后剁会更快一点。比如大家平时做菜剩下来的一些边果料啊，或者渣呀，或者是没用完的肉，大家冻在冰箱里面，可以拿出来剁肉末，可以炸丸子，也可以做我们今天的鹅黄肉，还可以做其他的肉末的菜嘛。这个肉的颜色可能没有新鲜肉那么好看，吃起来口感其实差别不大。这个是前几天才冻的。这个肉切好过后，剁之前一定要加一点姜葱一起剁，这样子口感才好。煮个饭不容易啊，煮个饭老板都要帮我监控着，在乡巴头又没有妹纸，我都不知道监控我干什么。调味一点盐、鸡精、料酒、蚝油，再来上一棍鸡蛋清，先下手码匀，然后顺着一个方向不停地搅打，使其上劲。最后来上一点淀粉，不需要太多，但是得有，还是顺着一个方向把它搅匀就可以了。肉馅这个样子就已经调好了，碗内再打入3个鸭子生的鸡蛋，加入一点盐、水淀粉，给它调匀。水淀粉只要加一点点进去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做出来蛋皮的话，它不容易破。锅内来少许油，先把锅炙一下，油温烧至70%热，把锅拿起来晃动，让锅的内壁涂满热油。现在把这个油倒出去，锅就炙好了，关火让它冷却之后再下蛋皮。现在锅已经稍有冷却，把蛋液倒进去，然后把锅拿起来晃动。今天的这个蛋不是土鸡蛋，所以从颜色上面来看的话，没有我们平时的那个蛋黄。制作蛋皮其实很简单的哦，从边上先烧，给大家看一下嘛，这个很轻松就能把它取出来，并且不粘锅，不会烂。一张弄好后，继续第2张。现在把这个制作好的蛋皮给它切一下，切来四四方方的，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这里面给它抹上一点水淀粉，要抹均匀哦，每个地方都要抹上。把刚才调好的肉馅放在这里，用手给它按扁按扁的，还是抹上一点水淀粉，然后把它折过来，再翻上一面，再这样子折一下就可以了。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这个生胚3个都已经全部成型完了，现在我们要来切一下，这样子给它切下去，不用切断，头上面这里留一点，每隔4刀给它切断一下，切好后就是这样子的。锅内开始烧油，稍微多一点。现在我们要开始炸鹅黄肉了。最近感觉真的好累啊，主要是压力特别大，然后头就晕乎乎的。很多朋友可能都认为我是无忧无虑的，其实真的自己的压力自己才知道。然后一个人嘛又特别的累，每天还要洗碗、洗衣服。不知道老板会不会看到这期视频啊？如果老板看到了，应该会回来帮我洗洗碗、洗洗衣吧。油温5成热，下入成型的鹅黄肉炸至。记住用小火慢慢的沁炸，如果大火的话，很容易把表皮的这个蛋皮炸糊。一下锅，这个效果就出来了。
全部铺起来了，也不要慌，不要忙，慢慢来炸。全部炸至金黄过后，用漏瓢给它漏出来，控油。听这个声音，脆脆的。今天我们做的是双味的，所以呢就拿一点直接摆盘，剩下的摆在这个盘中。锅里面留一点点底油，下姜葱蒜末，炒香过后加入一勺水，糖稍微多一点，因为我们要做的是糖醋味的嘛。盐要想甜放点盐。烧开过后用水淀粉挂一个薄芡，不断的冒密集的小喷，这个浓稠度就可以了，不能太浓了哈，太浓了吃起来口感特别差，太轻了又挂不上。最后来一点白醋，用白醋的话主要是颜色好看，其实口感还是要用陈醋的好。来2滴明油，关火出锅，淋在炸好的鹅黄肉上面。还有就是这个芡汁要稍微多扯一点才够味。最后撒上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糖醋鹅黄肉，这边这个撒上一点椒盐，也来上一点葱花，椒盐鹅黄肉。非常好吃的双味鹅黄肉就做好了，糖醋味入口酸甜，咬下去是酥脆可口，而椒盐味的吃起来就是特别的香，更加的适合下饮料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搞一下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杀个。那个高压锅里面剩饭我已经安排上了，大家看到了吧？川菜不只是麻辣，基本上传统川菜哈都是没有辣椒的。先整一点鹅黄肉，椒盐整起。外皮呢是酥脆，然后里面是那种比较烂、比较嫩的口感，特别好吃。这个挂糖醋味质的，我们也会挂鱼香味质。把水，表皮满满的裹了味汁，还有这种形状叫什么形状？大家知不知道？叫扶手形。哇，个人感觉糖醋味质的比椒盐味质的更好吃，好香哦！可能有很多四川的朋友都没有吃过这道菜啊，因为这道菜现在基本上都不做了，饭店的话更是看不到。我都是以前在成都的时候才吃到过一次，味道呢也不错，主要就是做起来很麻烦，所以没有什么人愿意去做了。我做这道菜，我想一下，做了2个多小时，人还把我搞累了。吃饭，今天就这样子，拜拜。